一起来看精彩短剧《你我两清》，做回甲乙丙丁故事解说。顾云舒心中已然想通，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打算嫁给金圈鼎鼎有名的太子爷谢晋。外界人人皆知，影帝谢晋在5年前遭遇车祸，不仅落下双腿残疾的后遗症，身体也受损，导致无法人道，终生无法拥有子嗣。即便谢晋有着这般明显的缺陷，顾云舒依旧笃定了这个选择。在顾云舒的认知里，顶级豪门世家的联姻从来都与真爱无关。从头到尾都是利益之上的博弈，与其执着虚无缥缈的感情，不如挑选实力最雄厚的盟友，稳固家族势力。而身为谢家唯一继承人的谢晋，就是最优的选择。有人对此十分不解，主动询问顾云舒。父亲耗费20年心血培养的7位资助生，个个都是顶尖领域的人才，他为何一个都没有看上？众人皆知，20年前顾云舒的母亲离世，年幼的顾云舒深陷悲痛，闭门不出，拒不与人相见。为了安抚女儿，也为了给顾氏集团培养未来的得力帮手，顾云舒的父亲从孤儿院领养了7个无父无母的男孩，精心栽培20年。原本的打算是让顾云舒长大后从中挑选一人成婚，二人携手并肩，共同执掌顾氏集团。顾云舒坦然道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谢晋纵然身有残缺，却是实打实的首富家族继承人，背靠顶级资源。对比之下，选择帮扶顾家成长的7位孤儿，远不如绑定谢家这等强劲的盟友稳妥。旁人随即追问他，为何不选择7人中最为出众的沈其年？众人一直以为沈其年是他最心仪的人选。提及沈其年，顾云舒的眼底满是失望与心寒。他坦言自己曾无数次主动撩拨亲近沈其年，换来的却始终是他冰冷疏离的鄙夷目光。他一度以为沈其年生性冷漠，对所有女性都不假辞色，心如磐石。直到3天前，他亲眼撞见了颠覆自己认知的一幕。顾云舒亲眼看见向来冷情的沈其年卑微地跪在司机的女儿江笑笑面前郑重发誓，他亲口承诺江笑笑，自己如今对顾云舒的亲近，仅仅是为了报答顾家20年的养育之恩，只是逢场作戏。等他成功坐稳顾家掌权人的位置，定会风风光光迎娶江笑笑进门。他还许诺，只要顾云舒不伤害江笑笑，他可以拿出几百万，打发顾云舒远赴国外潇洒度日。在他心里，江笑笑才是唯一认定的妻子人选。20年朝夕相处的情分，终究抵不过突如其来的天降偏爱，这让顾云舒彻底心死。在他看来，没有彻底撕破脸面，已经是他最大的仁慈。顾云舒的父亲得知此事后，认为7个孩子既然没能留住女儿的心意，日后大概率会生出一心觊觎家产，便告知顾云舒会在他1个月后的生日宴上将7人全部逐出顾家，杜绝后患。没过多久，7位资助生便察觉到了顾父的态度变化，纷纷质疑顾云舒暗中打小报告。他们直言，无非是顾云舒告状说7人平日里不迁就，不宠溺他。其中一人嘲讽顾云舒思想迂腐，如今早已不是封建时代，并非有钱就能高高在上，让所有人围着他俯首称臣。顾云舒满心疑惑，质问7人既然都不愿娶自己，为何多年来从未有人向父亲坦诚说明？7人满脸无奈与自嘲，他们清楚自己寄人篱下，是顾家耗费资源养大的人，如同顾家的下人，根本没有拒绝顾家大小姐的资格，只能被动接受安排。其中一人恳求顾云舒，若是他执意要挑选1人成婚，希望他日后不要为难其余6人。顾云舒淡然应允，承诺1个月后所有人都能得偿所愿。风波暂歇后，江笑笑主动找到顾云舒，小心翼翼地询问能否跟着他一同去上下午的马术课，却被顾云舒冰冷的厉声回绝，让他离自己远一点。没过多久，江笑笑的手臂就蹭破了皮，模样格外可怜。看到受伤的江笑笑，陆潇、程轩2位资助生立刻上前，满心愤怒地指责顾云舒心肠恶毒，质问他为何无故推搡江笑笑。2人表示，原本以为顾云舒早已改掉骄纵的性子，没想到他的嫉妒心依旧根深蒂固。心地善良的江笑笑连忙出声阻拦，不让2人继续指责顾云舒，主动开口替顾云舒辩解，称并非顾云舒的过错，是他自己没有站稳摔倒，与旁人无关。顾云舒看着眼前的一幕，心中百感交集。他曾经无比珍视自己与7个哥哥的情谊，笃定这份从小到大的陪伴坚不可摧。可一切的变故都始于3年前。3年前，江笑笑的父亲入职顾家成为司机，江笑笑随之出现在众人眼前。从那一刻起，所有的偏爱与温柔全都转移到了江笑笑身上。随后众人又提起一枚发卡的旧事，江笑笑主动开口解释，那枚母亲遗留的发卡是她自愿送给顾云舒的，自己丝毫没有委屈。可众人都清楚，这枚发卡是江笑笑母亲离世前留下的唯一遗物，意义非凡，根本不是动辄几十万的手镯能够比拟的。众人纷纷指责顾云舒霸道自私，向来只顾自己开心，从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逼迫江笑笑让出珍贵遗物。所有人都要求顾云舒立刻归还发卡。见顾云舒迟迟没有动作，众人更是直言，若是他执意霸占，甚至损毁发卡，拒不归还，便直接取消与他的婚约。现场所有人都出言斥责顾云舒毫无教养，故作清高，逼着他当众道歉。迫于众人的施压，顾云舒低声说出了对不起。可众人依旧不满，有人直言，顾云舒利用小事故做委屈，挑起纷争的套路已经整整演了3年，要求他认认真真、真心实意向江笑笑道歉。接连的指责让顾云舒心生不耐，他冷言反击，若是众人如此紧张江笑笑，大可以时时刻刻将他带在身边，拴在腰间，不必处处针对自己。这番话瞬间引发了沈其年的不满，他当即质问顾云舒是否在威胁自己，是否想要对江笑笑不利。沈其年瞬间看穿了顾云舒的心思，直言他是因为七人将专属打造的浩瀚星海送给了江笑笑，心生嫉妒，才刻意借题发挥，刁难江笑笑。他表示顾云舒生来坐拥一切，衣食无忧，应有尽有，而江笑笑无依无靠，连生日都无人陪伴，浩瀚星海只是弥补他的遗憾，根本不值得顾云舒如此揪着不放。有人随即出面解释，浩瀚星海是顾云舒出生时便开始筹备建造的礼物，原本就是为他量身打造，只是收尾工作交由沈其年负责。原定计划是让沈其年在顾云舒的生日宴上正式送出，海洋馆的归属权自始至终都属于顾云舒。可沈其年却不以为然，他表示自己只是想满足江笑笑的生日愿望。随即为了平息纷争，安抚江笑笑，当众提出妥协方案，扬言可以在1个月后的生日宴上公开与顾云舒的婚约，以此了结这场矛盾。身旁的同伴连忙劝阻沈其年，认为他没必要为了顾云舒牺牲自己的一生幸福，直言顾云舒刁蛮任性，性情恶毒，娶她不如独身。江笑笑也连忙柔声劝说，不让沈其年委屈自己，甚至表示自己可以下跪给顾云舒磕头，甘愿为顾云舒做牛做马，只求2人不要因为自己产生纠葛。与此同时，江笑笑还刻意表态，自己绝对不会嫁给沈其年。这番话让沈其年满心疑惑，追问他既然不嫁自己，难道是想嫁给程轩、陆潇其余几人？质问他是否害了自己还不够，还想牵连其余6人。为了护住江笑笑，沈其年最终做出让步，只要顾云舒承诺日后再也不为难江笑笑，他便答应迎娶顾云舒，希望顾云舒就此收手，不再无理取闹。让所有人意外的是，面对沈其年的妥协与让步，顾云舒没有丝毫动容，直接转身离开。他决绝的态度让众人十分不解，完全看不出他往日对沈其年的痴迷与执念。之后，顾云舒主动找到沈其年，低声询问他是否愿意娶自己。话音刚落，江笑笑便赶来现场，称是沈其年让自己前来，还故作懂事的表示不会打扰顾云舒和沈其年相处，刻意彰显自己的大度。马术课上，江笑笑继续扮演柔弱无辜的模样，告知顾云舒，沈其年刚刚才为自己安好马鞍，自己可以独自上马，不会争抢顾云舒的一切。随后又假意示弱，称自己从未学过马术，并非故意争抢沈其年的陪伴。说完便独自尝试骑马，没过多久便怯生生表示不想继续骑了。沈其年见状，立刻上前温柔安抚，亲自扶着江笑笑下马。看着眼前温情的一幕，顾云舒想起了小时候的往事。当年他的母亲尚在人世，父亲也是这样温柔抱着母亲上马，还曾亲口说过，男人只会心甘情愿为深爱的女人付出，低头。就在这时，顾云舒意外从马背上摔落，久久没有起身。江笑笑第一时间假意关心，询问顾云舒是否无碍，还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称是自己的缘故，耽误了沈其年保护顾云舒。他刻意解释，沈其年并非不愿救助顾云舒，只是担心自己受到惊吓，才优先顾及自己。可沈其年接下来的话，彻底击碎了顾云舒心中最后的念想。他直言，顾云舒常年学习马术，平日里难免会有磕碰受伤，早已习以为常。但江笑笑自幼体弱多病，经不起半点惊吓，无论多少次重来，他依旧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江笑笑。听完这番话，顾云舒彻底清醒，他冷漠告知江笑笑，日后不必再称呼自己姐姐，只需尊称自己为大小姐。他明确划清2人的身份界限，自己是顾家千金，而江笑笑只是顾家司机的女儿，根本没有资格与自己姐妹相称。江笑笑闻言，只能温顺顺从的应下。顾云舒看着伫立在一旁，没有丝毫愧疚的沈其年，心中满是寒凉。他暗自疑惑，沈其年既然从未喜欢过自己，满心都是江笑笑，为何还要一直留在自己身边？沈其年这时才假意开口道歉，称刚才没有及时注意到他摔落受伤。顾云舒心中冷笑，看透了沈其年打1巴掌给1颗甜枣的虚伪行径。一旁的其余资助生也看出了端倪，
纷纷劝说沈七年做得太过火，直言他是故意割断顾云舒的马缰绳，才导致顾云舒坠马。马术坠马风险极高，绝非小事，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祸。面对同伴的质疑，沈七年毫无悔意，他表示顾云舒最终安然无恙，而且这些天他对顾云舒几乎有求必应，百般迁就，早已弥补了这次的过错。这一刻，顾云舒彻底明白，沈七年近期所有的温柔体贴、无微不至，都不是出于心疼与在意，只是刻意弥补过错、安抚自己的手段，一切都是为了给江笑笑出气。经历此事后，顾云舒对七人心生厌恶。返程途中，江笑笑以自己晕车为由，理所应当坐进了副驾驶，让顾云舒独自坐在后排。面对旁人感慨顾云舒脾气愈发暴躁，顾云舒只直言自己如今看到7位资助生便心生恶心，不愿与他们同车。当晚，一场备受瞩目的珠宝拍卖会如期举行。本次拍卖的压轴藏品是名为沧海之类的珍贵手镯，其拍价高达5000万。拍卖开始后，价格迅速攀升至6000万。江笑笑看着心仪的手镯，试探着询问沈其年，自己是否可以随意使用他的卡消费。看到顾云舒也对沧海之类势在必得，江笑笑立刻故作退让，温柔表示自己愿意放弃，不愿争抢顾云舒喜欢的东西。可沈其年却立刻出声安抚，告诉江笑笑不必委曲求全，喜欢的东西尽管大胆争取，自己会为他兜底撑腰。话音落下，沈其年直接出价1个亿，强势拍下这枚手镯。在场众人瞬间哗然，纷纷议论沈其年此举是当众打顾云舒的脸，感慨顾家大小姐如今处境窘迫，被自家资助生和司机的女儿处处压制，百般羞辱。顾云舒看着眼前刺眼的一幕，心中满是酸涩。他自幼被父亲极尽宠爱，精心娇养，是众星捧月的豪门千金，如今却在众人面前被沈其年亲手变成了人人调侃的笑话。江笑笑假意歉意地对顾云舒说，只能委屈顾云舒让出心爱之物。不甘退让的顾云舒直接选择在拍卖会上点天灯，执意要拍下沧海之泪。可就在交易结算时，工作人员却告知顾云舒，他的银行卡遭到冻结，无法完成支付。顾云舒满心难以置信，自己的专属不限额黑卡从来不会出现额度不足、无法刷卡的情况。他立刻更换另一张银行卡，结果依旧无法交易。现场宾客纷纷出言嘲讽，调侃顾家怕是已然破产，连1个亿都拿不出来，没钱还要硬撑场面点天灯，实在丢人现眼。就在顾云舒陷入难堪之际，沈其年主动开口，示意工作人员刷自己的卡，成功将沧海之泪收入囊中。随后，他温柔地将手镯递给江笑笑，轻声询问他是否喜欢，直言在自己心中，唯有江笑笑配得上这份贵重。在场有人看破端倪，私下议论沈其年是顶级黑客，刚刚现场操作笔记本电脑，大概率是他暗中动手，黑掉了顾云舒的账户，刻意让他当众出丑。还有人劝说沈其年不妨也为顾云舒添置几件贵重物品，缓和关系。可沈其年却直接拒绝，称顾云舒身为豪门千金，从小到大应有尽有，从不缺任何贵重物件，无需自己费心添置。顾云舒满心悲凉地反问沈其年，究竟是自己从不缺东西，还是他从始至终根本就不想为自己付出半分？沈其年没有回应，一旁的江笑笑连忙出声道歉，将所有过错揽到自己身上。此时的顾云舒情绪彻底爆发，他厉声质问沈其年是否还记得这枚沧海之泪是自己母亲的遗物。他清晰记得沈其年曾经郑重许诺，日后若是再见这枚手镯，定会亲手买回送到自己手中。可如今他不仅遗忘了承诺，还将母亲的遗物转手送给了别人。面对顾云舒的质问，沈其年态度敷衍且淡漠，直言时隔多年，自己早已记不清过往的琐碎承诺，还为江笑笑辩解，称他并非有意为之。他表示会找人修复手镯，劝说顾云舒不必为了一件物品大动肝火，耿耿于怀。因为这场争执，顾云舒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数日不肯出门。众人见状十分烦躁，担心事情闹到顾老爷子面前，引来责罚，商议着要把顾云舒哄出来。有人满心不愿，只想留在江笑笑身边陪伴，不想迁就顾云舒。众人随即定下规矩，谁愿意出面陪伴安抚顾云舒，谁才有资格后续陪伴江笑笑。众人纷纷推脱，不愿前去安抚顾云舒，只有一人主动站出来揽下此事。以往他出面安抚，顾云舒都会立刻开门回应，可这一次他足足等待了许久，顾云舒始终没有开门。待顾云舒终于开门后，这名资助生坦诚心声，他十分感激顾父的养育收留之恩，也愿意为顾云舒倾尽所能做事，但唯一的底线就是顾云舒必须接纳包容江笑笑。他随即说出了埋藏多年的秘密，3年前的一场大火是江笑笑舍命救下了身陷险境的自己。听闻此话的顾云舒如遭雷击，满心绝望地开口反问，
3年前火场中拼死救人的人，明明是自己，为何会变成江笑笑？这一刻，顾云舒彻底看透了所有真相。这么多年，沈七年收到的所有礼物，都是江笑笑挑选剩下的赠品。所有人的偏爱与优先级，永远都是江笑笑第一，自己永远只能屈居第二。顾云舒心中立下底线，她的男人必须事事以自己为先，满心皆是自己。若是只能沦为备选，排在他人之后，那这样的男人，他宁可彻底放弃，绝不将就。就在顾云舒心灰意冷之际，谢晋的手下突然登门拜访。手下恭敬告知顾云舒，谢晋得知他在拍卖会受了委屈，错失心爱之物，特意亲自远赴南非，寻得了一枚一模一样的手镯，同时已经找到顶级修复师，会全力修复好原本属于他的那枚沧海之泪。不仅如此，谢晋还让手下传话，安抚顾云舒不必忧心诸事。这一刻，顾云舒彻底改变了想法，他终于明白，婚姻的选择从来不是随意将就。他嘱托手下代为感谢谢晋，同时正式敲定，将在自己的生日宴上带着谢晋公开亮相，官宣二人的婚事。江笑笑得知消息后，刻意前来试探顾云舒，询问他手中手镯的来历，猜测是沈七年修复后赠予他的礼物，却被顾云舒冷漠回绝，不予理会。随后，江笑笑一改往日柔弱模样，公然挑衅顾云舒，直言7位资助生从来没有喜欢过顾云舒，所有人的心意都在自己身上。他嚣张地询问顾云舒，7位哥哥从未拥抱亲近过他，却为自己疯狂付出，百般偏爱。顾云舒拿什么和自己比？他还嘲讽顾云舒，若是不甘心，大可从其余6名资助生中挑选1人，只不过挑选的都是自己不屑舍弃的人，全然是捡自己剩下的。江笑笑恶毒的言语彻底激怒了顾云舒，他厉声怒斥江笑笑品行不端，令人作呕。江笑笑见状，立刻切换柔弱姿态，不再争执，转身依偎到沈七年身边。生日宴现场，所有人都笃定，深爱沈七年多年的顾云舒一定会当众选择沈七年作为未婚夫。众人纷纷议论，沈七年智商超群，手段凌厉，日后接手顾氏集团，必将掌控商界格局。唯有谢家身有残疾的谢晋能够与之抗衡。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网上突然爆出一段私密视频。视频中疑似顾云舒举止亲密，姿态外放，与平日里豪门千金的端庄模样截然不同。全场宾客哗然，纷纷嘲讽顾云舒不知廉耻，败坏门风。视频曝光后，沈七年当众开口，表示自己愿意迎娶顾云舒。这番操作让顾云舒彻底震怒，他难以置信地质问沈七年，仅仅是因为自己上午扇了江笑笑一巴掌，他就要公开自己的私密视频，当众毁掉自己，如今又假惺惺提出迎娶，自己绝不稀罕。沈七年见状，反倒质问顾云舒是否认定视频是自己放出，直言自己从未做过此事，也绝不承认外界的揣测，声称自己可以自证清白，所有网络操作都会留下痕迹，有据可查。顾父见状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名为范闲的下属彻查此事，务必揪出幕后真凶，让伤害女儿的人付出惨痛代价。经过全面核查，范闲最终查出幕后主使并非旁人，一直伪装柔弱无辜的江笑笑。真相摆在眼前，沈七年却依旧偏袒江笑笑，主动站出来将所有罪责揽在自己身上，坦言一切都是自己所为，与江笑笑无关。他当众指责顾云舒心胸狭隘，咄咄逼人，当众对弱小的江笑笑恶语相向，动手掌乖。他还直言顾云舒仅仅是名誉受损，险些失去清白，便如此歇斯底里。而江笑笑平白无故挨了一巴掌，委屈无处诉说，已然十分大度。随后沈七年道出了顾家多年的算计，直言顾母当年未能生下儿子继承家业，顾父便将他们7个孤儿当作工具人培养，只为日后让其中1人入赘顾家，承接产业。今日生日宴，顾父执意让顾云舒从7人中挑选未婚夫，7人早已认命，愿意为了顾家包容退让，只求顾云舒放过江笑笑。面对众人的道德绑架，顾云舒当众官宣7名资助生，他一个都不会选。这番话让7人瞬间错愕，纷纷质问顾云舒不选他们，还能选择何人？甚至出言威胁，若是他继续斤斤计较，针对江笑笑，7人绝不会妥协娶她。就在场面僵持之际，一道沉稳的男声骤然响起，打破了现场的僵局。来人当众直言，7人不娶，他娶。众人闻声望去，只见一直传言双腿截瘫、无法人道的谢晋，赫然笔直站立，身形挺拔，丝毫没有残疾的模样。现场宾客十分诧异，纷纷出声质疑谢晋的身份，认为他没有资格插手顾家私事。面对众人的挑衅，谢晋气场全开，先是质问众人敢当众欺凌顾云舒，随后直接动手教训了出言不逊的资助生。谢晋当众表明来意，自己今日专程前来，
只为守护顾云舒。他怒斥七人忘恩负义，顾家好心从孤儿院收留，栽培他们，给他们平台与资源，他们却狼心狗肺，眼盲心瞎，错把旁人当珍宝，辜负顾云舒的真心与偏爱，根本不配得到顾家的善待。7位资助生满心不服，纷纷辩解自己始终铭记顾家的养育之恩。质问谢晋凭空口无凭，肆意辱骂，动手伤人，质疑他的身份来历。谢晋淡然开口，自己隐忍等待20年，终于等到了守护顾云舒的资格。从今往后，他便是顾云舒最坚实的依仗与后盾。即便真相大白，谢晋强势护妻，7位资助生依旧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反而转头安抚假装气晕的江笑笑，还出言威胁顾云舒，若是执意不放他们离开，将会彻底失去他们所有人。顾云舒神色淡然，大度表示可以既往不咎。沈七年见状，再次做出妥协，承诺会迎娶顾云舒，但同时冷漠告知，婚后顾云舒只会是徒有虚名的摆设，想要稳固顾家产业，就必须安分守己，听话懂事。众人见7人执意离去，纷纷感慨顾云舒颜面尽失。生日宴官宣未婚夫的重头戏，最终落得无人可选的尴尬境地。顾父随即当众宣布重磅消息，告知在场所有人，谢晋并非残疾无能，只是常年隐藏身份，低调行事，今日现身便是为了给女儿惊喜。随后顾父正式官宣，顾云舒将在7天后与京城顶级豪门谢家少爷谢晋举行订婚宴。同时为杜绝流言蜚语，斩断过往纠葛，顾父当众下令，从此与7位资助生彻底断绝所有关系，将7人从顾氏集团正式除名。宴会结束后，在场宾客议论纷纷，大多指责顾云舒刁蛮任性，无理取闹，当众欺凌弱小的江笑笑，将其气晕离场，还肆意妄为聘请外人动手伤人，失了大家闺秀的本分。也有人察觉异常，认为顾云舒今日的态度截然不同，看似决绝的背后是彻底的释然，或许是真的打算放下多年执念，彻底与7位资助生划清界限。7位资助生离开宴会后，偶然听到宾客议论顾云舒即将更换未婚夫，7天后将与谢晋订婚的消息，心中瞬间慌乱。有人立刻出声制止，严禁众人传播不实传闻，笃定顾云舒深爱沈七年多年，满心满眼都是沈七年，绝不可能临时改换婚嫁对象，认定这些传闻都是虚假谣言。即便心中疑虑，7人依旧没有过多深究，依旧将所有心思放在江笑笑身上，满心牵挂着江笑笑的身体状况，匆匆赶往医院，丝毫没有顾及彻底心碎的顾云舒。